人间大炮发射，觉得人形美型度不及大哥的 Q1，认为载具形态致敬擎天柱的 Q2。人来虽然是领袖，但总感觉人气不是很高。你们喜欢这个角色吗？可乐嘉宾玩具要走心，欢迎收看 TF 先生的玩具视频分享。时隔1年 ，KG 梦幻魔玩的人来车头终于是出货了。包装盒非常小一个，对比上一款的车厢还不到1/3的大小。正面的峰会可以拼成一张完整的图画，侧面是它的能量战士，另外两边可以看到车型的 CG 图，中国制造，值得点赞。底部则是实物展示，简单明了。来开盒。难怪包装这么小，它是以合体的模式来收纳的，看着感觉还不错。还有一些替换配件，领导模块和能量战士，有2张人物卡片。人来的数值很高啊，但这个能量战士居然也有3个满分，说明书是按照变形顺序来标示的，合体到车型再到人形，先从人形开始看起。人来作为汽车人的第4代领袖，外形长得酷似擎天柱，但他们2个完全是不同的2个人物，大家不要搞混了。KG 的这款人来在外形上保留了擎天柱的一些经典特色，但一眼看上去呢又有明显的区分，红蓝的配色也是延续着永恒的经典。我们和 MP44 擎天柱做一下对比，人来的个头就要比擎天柱大1圈。MP44 算到脑袋24厘米，人来有27厘米，它们的外形是不是很相似？但是又有着些许不同呢？大腿的整块部件以及前脚掌是用了合金的部件，它的用料很扎实，拿在手上挺沉的，它的重量达到了638克。待会儿再来称一称合体的重量。头雕和擎天柱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对天线，很长的兔耳朵，这是一个很容易辨识的地方。一样也是戴着口罩，眼睛是蓝色的涂装，很可惜没有透光性和发光效果。胸口一样也是车头的造型，腹肌是闪亮的电镀色，胸肌是方方正正的2块车窗，上面还有蜂窝状的细节，隐约可以看到内部呢是藏有领导模块的。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，看到这里很多小伙伴肯定会提出质疑的，人来是没有领导模块的，因为领导模块是被补天石带走了。后续的汽车领袖都是没有领导模块的，这个玩法呢只是做了一个致敬，它内部的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。领导模块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取下来，它是塑料的材质，手感很轻，周围金色的涂装，中间镶嵌蓝色透明件，前大后小。通过光源照射，可以有很漂亮的一个展现。手和脚的处理都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太过多余的地方。腰间和腿部的这4个轮子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即使你转到侧面或者后方，它整体的包裹性都做得很好。背后其实才是真正的车头了，前后有一个真假胸的转换，背后还藏着它的能量战士人来，它有一个弹射的玩法，只要按动这边的按钮，人来就会自己弹射出来。这个射程你羡慕吧？弹射出来的这个小家伙就是人来了，现在姿势有点吓人，我们把它进行简单的变形。它比较小，有些关节呢容易脱落，这样就变好了。能量战士就是地球人穿上能量装甲，再和机械生命体合体，这个就是他穿上能量装甲的样子。脸部还做了一些简单的涂装，手脚有一些基本的可动性，脑袋和腰部也是可以活动的。它的问题就是容易掉腿。和人来站在一起对比一下尺寸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来玩一下人来的可动性，头部可以往上抬，角度还可以，脑袋360度旋转，关节很紧，左右还可以歪一下脑袋，2根天线可以独立活动，腰部可以360度旋转，并且带有很清脆的齿轮关节声响，腰部的卡扣可以解锁，这样人来就可以做标准的90度鞠躬了。在旋转手臂的时候也带有清脆的齿轮关节，手臂可以完成侧平举，大臂也带有平转功能。手肘是分2段关节活动的，但是这2个关节你绝对想不到，这里是正常关节，可以上抬90度，后面是另外一个关节，它可以分离，但比较可惜的是中间有隔断，并没有做挡漏键处理。拳头除了可以正常旋转之外，还可以朝外翻。拇指和食指是独立的可动关节，分别都有3个关节可以活动，后面3根手指是一个联动，关节的表现力也很好，没有掉指的问题，前后裙甲都可以独立活动，这样就能够增加踢腿角度了。踢腿的角度还算令人满意，关节的承重力也很好，侧踢时会受到轮子的一点影响。小腿后踢时分为2段关节，这是第1段关节，这是第2段，最大的弯曲角度已经超过90度了，关节还带有一点回弹，掰起来的时候很有手感。前脚掌有独立的可动关节，也带有内外的接地关节，方便站立和摆造型。砸地非常轻松，关节给力，动作标准。主体并没有搭配小型的武器，它只有合体时用的大枪，接口都是通用的。果然还得是配上黑枪才好看。把车厢变成基地模式，人来就可以展现它的指挥能力了。这个玩法适合搭配迷你金刚，摆场景很不错。接下来进入到它的变形过程。说到变形，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当然是
开始变形，先把小臂下面的这块护板打开，拳头往上旋转90度，把手指进行简单的合并，食指放在最上面，这样比较好收纳。盖板再盖回去的时候呢，也不会被顶出来。然后我们把小臂向后旋转180度，把这个关节往前打开，再把上面的锁扣松开，放好。下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锁扣，松脱之后往下放，藏在里面的这块面板把它先旋转出来。它这2块部分都是可以旋转的，我们呢只需要把中间的这块红色的面板旋转180度就可以了，转到外侧来就能够形成相同的面了。把车门打开，后面的这片也要打开，把藏在里面的这块挡漏件翻出来，往下翻的时候它刚好可以填补到这边的一个空缺。先把下面的这个卡扣给固定上，两边都变好之后就可以把胸口打开了。领导模块记得要拿掉，不然它的头部是没有办法收纳的。领导模块往里面推，但拿的时候呢不太好拿，因为它没有什么受力点，需要借助一下工具。现在就可以把脑袋180度藏进去了，胸口的这2块部件再归位。小臂利用2端关节往上翻折，这里要注意了，它有个关节要往里面收进去。小臂这里有个凸起，要和肩膀进行锁定。外侧的卡槽刚好固定在烟囱上，整条手臂往后折，要把藏在里面的这块连接件翻出来。手臂卡扣上下刚好有一个错位，把它们相互进行合并，转到侧方，把门板进行归位，车门关好，倒后镜翻出来。腰部这里是有个滑动槽的，我们要把它整个的往前推到底，把腰部往上抬。车轮的位置是有个关节可以往上搓的，把它往上移的同时锁定，把这2块电镀部件左右分开，它下面是有转轴的，朝外面尽量的腾出空间。再把藏在里面的这块红色部件卡扣先松开，再往上翻转出来，它是作为一个挡漏件，两边都处理好之后，再把中间的这块部件翻出来，利用2端关节往上平移。接着就是拼图了，先把中间这一块扣好，左右两边再把它拼起来，左右两边的挡漏件卡扣也要固定好。腿部这块面板先打开，下面这一片也要解锁，盖板再翻出来，往外面全部打开，翻开的这块部件往上180度旋转，顶开小腿的面板，把挡板翻出来，上面这块面板再翻开来，把这一小块蓝色的面板往上翻，再把这块大的面板归位，脚板往里面收纳，有个卡扣先固定好，侧方的这块面板往下翻，这里有个卡扣也要锁定，然后再把上面的这块面板包裹起来。最后就是大腿的这块板件，上面和侧方都有卡扣，要找准它的位置，这样双腿就可以进行合并了。把车头整个的往上折90度，要注意一下这2片灰色的部件朝外腾开一些角度，它内侧也是有卡槽要进行锁定的，刚好要勾在两边，锁定之后就不会晃动了。简单的做一下微调，KG 这款人来的车头我们就变好了。这次的变形设计倒是让我挺惊喜的，整体很流畅，变形上的体验也很不错，整体完成度相当高，车型也相对比较接近动画中的造型。我们和 MP10 的擎天柱来做一下对比，造型上确实很像，但是它的细节上又有不同。因为人来它本身就是作为擎天柱复活的工具，只不过后来阴差阳错成为了主角。我们从俯视的角度来对比一下两者的大小，人来的长度是21厘米 ，MP10 19厘米，宽度倒是差不多。我们先不管它是擎天柱还是人来，从车型上来看，你们更喜欢哪一辆？车型卡扣结合得很牢固，狂甩不掉。车头方方正正，还是熟悉的那个感觉，缝隙相对比较偏多一些，因为它这里是靠很多的部件拼接起来的。车灯从擎天柱的方形变成了圆形，下面的防撞杆依然沿用了闪亮的电镀漆，非常漂亮。中间的这块引擎盖可以追加能量战士，动画中它就是这么变形的。雨刮器和倒后镜也是标配，车窗采用了透明材质，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内部的结构。同时车门也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虽然没有什么内饰，但座椅依然保留了下来。里面的空间也足够可以把能量战士放进去，让它有一个驾驶的模式。侧方车身上的细节刻画的也很不错，灰白条纹只有这么一小段，它并不像擎天柱有一个延续。两侧油桶的位置并不显眼，后面2个大烟囱很闪亮。比较可惜的是烟囱没有伸缩的设计。从顶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手臂的收纳，背后来看相对比较完整，双腿还是构成车尾部分，摸上去也比较平整。它这里用了很多的合金材料，它有一个3色车尾灯，中间也预留了车牌号，完整度比较高。翻到底盘来看，隐藏性也做得很好，使用了橡胶轮胎，而且滚动性非常流畅，推车没问题，既流畅又安静。这个假车头可以光荣退休了，给它换上这个新车头。车厢下方的连接件要对准这个插孔，尽量把它往下压到底，
最后再给它装上武器，连接完成。这样动画的感觉是不是就有了？完整车型果然好看，还原度也比较高。作为最接近擎天柱的一个角色，车型当然也要尽量相像。连接上车厢之后，长度已经达到了44厘米，对比 MP10，大小上相差的不是很多。这个也是对于擎天柱的一种传承与致敬吧。没办法，大哥就是大哥，它的推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车头也可以大幅度的转弯。最后我们来变它的合体形态，先把手臂解锁，朝外面展开，把这两个连接件收进去，和烟囱的卡扣分开，把中间这块部件旋转180度就可以了。再把这块部件收进去，手臂平放下来，把这块红色的部件卡扣挑起来，平移到正前方180度旋转一下，整条手臂往上旋转180度，小臂再往前旋转180度，向上翻起前裙甲。侧方的这块门板沿中间的双道关节往前折叠摆放，解锁双腿，打开上方面板，把中间连接车厢卡扣的这块面板往下翻折，前面这一片往后折叠摆放，再把双腿重新合并起来。先把小腿关节往内折，注意避让中间这块面板，要把它穿过去，这样才能够收到底。再把大腿关节往上收。变到这一步，我的建议是先把中间这块部分呢翻上去，把这一块再包过来，这个卡扣重新归位。车门板上这个凸起卡在手臂侧方，先把这一块给它扣好，然后再利用侧方的这个卡槽和烟囱的凸起相互结合，后面这块挡板推上去放平整，前方装上能量战士。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合体了，不过在此之前有一项准备工作要提前做好，就是头部的这块护板我们要进行一下更换。两块面板是有区别的，原来的这一块卡槽比较浅，这两个凸起也相对靠外，可以看到新的面板明显是做了改模，所以要想合体，这块面板一定要更换。车头下方有3个插孔，正好对应里面的这3个凸起。现在我们把它的背包推进去，注意腰部是双关节，也要往前推到底。头部利用2道关节往前平移，然后放下来，前后各有2个凸起，要卡在面板下方的这2个位置，把头部的这块面板压平整。简单的来做一下微调 ，KG 人来完整形态就组合好了。完整合体形态相比于之前的假车头要好看很多，之前那个只是做一下填补，这样一个完整的形态，你们可以打几分呢？有了真车头之后，它的质感各方面就完全不同了。红色的车头与身体躯干的部分还是会存在一些色差，但是这个金属色的点缀非常漂亮，整个空间也几乎都被填满了。玩具拿在手上一体性也还可以，分量真的很沉。原本的车厢现在又加上车头，我们来称一称它有多重。要知道现在还没有加上神弹，已经有1855克了。装上车头不仅美观，也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可动性，特别是腰部这个关节玩起来非常过瘾。我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膝盖关节，因为本身承受力就不是太好，要是之后背包上再加上神弹的重量，估计够呛。最好是他们推出神弹之后能够再附带2个膝盖替换件，这样玩起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人来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，肩膀上有2门火炮，再加上手握2把大黑枪，一般的霸天虎是干不过他的。不过要全面升级，还得靠神弹的帮忙。刚好最近官方也出了人来，我就来等等看神弹到底是谁出的更快一点呢？KG 人来的车头补足了之前的空缺，主体的造型和设计走起了简约风，人形干净整洁，领导模块纯属原创玩法，武器只能拿合体的大枪替代，变形过程思路清晰，载具形态比较还原。能量战士可以坐进驾驶室，挂上车厢后就是完整形态了，和擎天柱十分相像。合体形态高大强壮，真车头把上半身都填满了，立体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等神弹推出后才是真正的最终形态。视频最后一键3连和投币都不要忘了点哦，拜拜。